我们的大脑存在2种不同的运作系统，凭着记忆与情感瞬间反应的系统1，以及富有逻辑与理性、小心行动的系统2。但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知情，所以没有办法在需要逻辑和理性的决策下使用正确的系统。当你看完这部影片，第一，你会意识到自己系统1和系统2的存在；第二，你会知道系统1为什么会咬着坏习惯不放；第三，分享3个作战技巧，让你在做重要决策时唤醒你的系统2。思考快与慢提到，人的大脑有2个系统，系统1和系统2。系统1是大脑预设自动驾驶，所有你做起来不费劲的事，都是因为系统1自动把它们完成了。刷牙、洗脸、滑手机，除非大脑发现系统1无法完成，才会切换到系统2，在决策上不受情绪的干扰，能更完美的达成执行的目标。但因为过程非常消耗能量，所以大脑平时也不去用它。例如在一群人中寻找朋友，有意识的加快手边的动作，到养成自律的生活，都是系统2的功劳。可惜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系统2的存在，或许误打误撞会用上几次，但如果我们身处在舒适圈中，根本就没有系统2的戏份，那系统1将会主导着我们的人生。为什么被系统1主导的生活不好？你会发现那些让我们头痛的坏习惯，几乎都是出自有心人对系统1设下的完美陷阱。温暖舒适的被窝让你赖床，抖音的短影片让你滑不停，社群软体的反馈机制让你一直回去查看，即使身体会坏掉，抽烟喝酒不会少，这些都是短期能够带给你快乐，长期会带给你伤害的行为。那我们的系统1到底在想什么？如何让现在的我享受到极大化的快乐？而这些诱惑之所以那么难以抗拒，就是因为发明这些诱惑的人专攻我们的系统1，让自动驾驶的我们深陷在奖励迷宫里，不停原地打转，持续做的系统2看来非常糟糕的行为。但是有这3个方法将重新唤醒我们的系统2。第一招，怀疑直觉法。直觉是透过浓缩过去的记忆与经验，做出对未来的最佳化预测。怀疑直觉这种痛苦的过程将会刺激我们的系统2去收集证据，思考刚刚试图做出的决定是否有更好的选择。怀疑想再睡5分钟的你，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吗？怀疑想再滑一下手机的你，真的没有更想做的事吗？怀疑中午想吃麦当劳的你，真的没有其他东西吃吗？没有。好，吃吧。第二招，旁观者清法。当你朋友失恋时，你能跟他谈笑风生，劝他早日走出阴霾。但当你我失恋时，我们也能看到世界末日。这就是古人发现双系统的证据，正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透过他人的系统2打破困住我们的系统1，拜旁观者为良师，帮助我们走出局中之迷。第三招，事前验尸法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，假设这个决定已经导致了失败，并开始总结失败的原因，进而防范天性乐观的直觉。上次朋友聊到说想加盟开饮料店，看饮料店很好赚，而且可以自己当小老板，我就问他，如果今天饮料店开了，1年后倒掉，你觉得为什么？我们聊了一下，最后我们总结出了3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没有餐饮背景，所以物料管理不当；第二，没有人力管理背景，无法有效的编制厨房团队，导致都是自己在忙；第三，没有做好市场评估，顾客需求不如预期。在验尸完之后，你会如此鲁莽的做出决定吗？在生活中运用这3个技巧来唤醒我们的系统2，坏习惯会逐渐淡出你的生活，也能在重要决策时做出更理性的判断。欢迎在留言区表达你的看法，我会一一回复你们的讯息。如果想要看我讲什么书，也欢迎在下面跟我分享，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最重要的人，让他们也能透过系统1和系统2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欢迎来到习惯始末，养成成长的好习惯。我是布里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